这里是北京的环球度假区。北京环球影城从去年9月开园以来，可以说是火爆全国。即使这里的门票价格不菲，也挡不住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游客来这里打卡游玩。北京环球度假区位于北京的通州，地铁1号线、7号线的终点。这是全球第5座环球影城的主题乐园，也可以说是面积最大的。北京环球度假区包含了7大主题景区，几十处的娱乐设施和地标景点，包括几十场的娱乐演出。几乎每个景点和演出都非常的精彩。这里的主题园区包括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功夫熊猫的盖世之地、好莱坞、未来水世界、小黄人乐园、侏罗纪世界，还有变形金刚基地。很多人都是一大早就进园，直到景区闭园才出去，即使这样感觉还没有玩够。这里为什么如此的吸引游客？今天北京老刘就带你深度的游览一下北京环球度假区。这里是北京的环球影城，今天是9月14号。虽然环球影城10点才开园，但是9点这个环球大道就有很多游客了。我之前给大家拍过这个北京环球城市大道的视频。这条大道在景区门口，长约几百米。因为这条城市大道是免费的，但是很漂亮，所以也有不少游客来这里打卡拍照。穿过城市大道，前面就是环球影城的入口。对，还没有入园，现在9点半了。这是9月非常平常的一天，但是游客依然非常多。环球影城的门票即使平常也是400多，网上购买有一点优惠。网上购票后，凭身份证刷卡入园。这里也有酒店，入住酒店的可以提前入园。看看，这是一开园的情况。据说暑期的时候和周末节假日的时候，这里一开园就开始在这条大道上比赛赛跑，奔向自己喜欢的娱乐项目。因为旺季的时候，这里一些项目光排队就要排2个小时。你好，你导游是吧？哎，你好。好，谢谢。今天为了节约时间拍到所有项目，特意买了一个导游票。小黄人大翻天、侏罗纪大冒险然后变形金刚火种源争夺战还有哈利波特新之旅。其实有不少游客为了1天之内能玩遍环球影城的所有项目，会买一个速通卡，但是价格比较贵。网上购买一个导游票，主要是导游非常熟悉这里的所有项目，可以大大节约我们的排队时间、等候时间、游玩时间，而价格比买速通卡又便宜多了。所以如果在周末和人多的时候过来玩，不妨考虑买一个这种导游票。第一个项目我们来到了侏罗纪世纪大冒险，有点热带风光的感觉。侏罗纪世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看过好几集。来看看环球影城里的侏罗纪世界。如果是自己排队，你永远不知道这个队会要排多久，因为是弯来弯去的。这个侏罗纪世界大冒险也是环球影城里非常爆红的项目之一，几乎是所有游客必打卡的地方。平时要排很久的队伍，今天只排了15分钟，真不错。乘坐这个项目之前要看一些解说片。这个项目可以说是老少咸宜，没有什么难度，但是精彩度满分。GPS 导航联网，而且我是拿手机来拍摄这一段旅程的。展品避让技术，跟着我来一场侏罗纪世界大冒险。侏罗纪世界，一场有着6000多万年历史的冒险即将在眼前展开。世界之旅，
检测到恐龙，识别中，对象暴虐霸王龙，安全警报已启动。识别中，对象甲龙，威胁等级低，破警警告。检测到恐龙，识别中。对象暴虐霸王龙，威胁等级3。分别测试。天哪！我是 Clear Theory。欧文，你就位了吗？别担心，我搬来了救兵。不可以！我们带你们离开这儿。我们走。欧文，迅猛龙阻止不了他，我们需要更多尖牙。更多尖牙？还要做什么？哦呦！哎呦天哪！这就是你的计划。多尖牙！快走！克莱尔，我没办法绕过他们。那就从下面穿过去。够不上我。哎呦！他们没事吧？都没事，他们已经回去了。车门将向上打开，请勿靠近车门。在车辆停稳前，请保持就坐。侏罗纪世界的团队成员会指引您到达出口，拉起腿部压杆。希望大家经历了一场难忘的冒险。这个项目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有实景，有3D，精彩万分，推荐度满分，而且很想再做一次。这是项目的出口，有很多侏罗纪世界的纪念品。这个侏罗纪园区有好几个项目，我们现在去飞跃侏罗纪。这个侏罗纪世界的基地环境也很美，听这个惊声尖叫还是有一定刺激性。其实每个项目的排队时间都可以查到，所以一定要设计好行程，有导游就很方便。这个侏罗纪大冒险有点类似于过山车，但是不是特别惊险，所以还是准备尝试一下。这个项目随身不能携带东西，所以要存包，免费的。所以我胸前挂了个运动相机拍摄，不过也有看到有人用手机拍摄。一起体验一下这个飞跃侏罗纪。
这个项目就是坐在飞椅上，各种自转、公转、陀螺转。总体来说，感觉男女老幼都可以玩。这个项目的设备设计得很有未来感。这是从旁边的角度看这个飞跃侏罗纪，有一个很大的山。侏罗纪世界主要是这2个大项目，还有一些小项目和餐厅。这个是和恐龙拍照的项目。像这样的项目看着人少，但等候的时间未必少，所以最好提前了解一下。这个是一波一波的游客进去。国际欧文布瑞侏罗纪世界的动物私人餐厅。集中听了讲解员的简单讲解和培训，开始进入恐龙基地。其实这里就是和迅猛龙一起拍照，也有一些和观众的互动。看上去像是一个人扮演的，但是也非常的逼真。冷静一下，看清楚了，他们是人类，不是。整个造型惟妙惟肖，如果是人扮演的，这些细节做得真的太好了。连牙齿、皱纹、眼睛都非常的生动。没错，你看，他还是很喜欢你的啊。好，现在我们跟他说别的话题。近距离的面对它，还是有一点恐惧的。非常棒啊，很有做叙事，特别好。来，现在可以邀请您的家人一起来和我们王家喊来张合影。好，开镜头了啊！如果想拍照的就在这里拍照，不拍照的就结束这个游览了。拜拜，后面见了，我们交换一下吧。对，同意哪个是否小张？这就是游览的第一个园区——侏罗纪世界。接下来我们去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片区。请继续收看环球影城的下一集。今天继续带着大家环球影城之旅。环球影城里面差不多有6大景区，每个景区都精彩纷呈，吸引大量的影迷和观众。不过要说最受游客欢迎的，应该算是哈利波特魔法世界景区了。很多人一开园就直接冲向这个景区，一起来看看这个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我是先玩了侏罗纪世界，然后来到了这个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从城门走进了这个白雪皑皑的霍格莫德巫师村，很多年轻人都身着魔法服来到了这个村庄。哈利波特是英国女作家罗琳写的魔幻系列小说，在全世界都非常畅销，卖出了5亿多本，可以说影响巨大。而且这些小说被拍成了8部电影，光票房收入就狂揽了78亿美元。在环球影城里，这个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这是里面的3把扫帚餐厅，每天都排大队。在这个哈利波特景区主要有3个项目和几个表演。3个项目包括最受欢迎的哈利波特禁忌之旅，还有鹰马飞行，还有一个是奥利凡德。平日的表演有特快列车长，还有青蛙合唱团。另外在周末还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城堡夜间的灯光秀。这是街头卖的黄油啤酒，很多人品尝。前面好像正有一场演出，过去看一看。
应该是青蛙合唱团。这个合唱团聘请的是国外的演员。好了，我感到你们当中肯定有一些人是会的吃粉丝。演出还有一些互动的成分。没关系，这是魔法师可以几次手欢迎的体育运动。希望你们喜欢这首《The Quidditch World Cup》。这个表演每天有很多场，可以随时注意一下演出的信息。远处高大的城堡就是霍格沃兹城堡，这个城堡里就是哈利波特的禁忌之旅。据说这个项目是环球影城里排队最久的一个项目，一起去看看其中的奥秘。这个项目也需要存包，存包是免费的。因为它是一个5D 的骑乘项目，我们合理避开了第一波的高峰期。进入城堡，边排队边可以欣赏里面非常宏大的建筑和精美的装饰。这里宛如一个真的城堡，布置得非常精美。还有很多奇妙的设施，会说话，能动。据说节假日在这里排队2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如果想避免排这么长时间的队，只能去买一些速通卡、VIP 卡，至少都要400-500以上，或者可以考虑我选择的这个导游服务，190多。这个不是门票，也是一种快捷服务。欣赏一下城堡里的这些油画，有些油画会说话会动的。现在我将继续带大家熟悉乘坐魔法飞椅的注意事项。我想提醒大家，无论在空中还是地面，都需要遵守礼仪。有可不行。我会告诉大家，坐在这些飞椅上。接下来要说的信息非常重要，麻烦你不要打断我，年轻人。他们想听谁的？你们俩。我做过这些飞椅的试飞，我有经验，他们肯定想听。一位叫赫明格兰。这是在开始禁忌之旅骑乘前所听到的一些说明，设计的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可是他们的行为有些时候却难以捉摸。我劝各位不要打椅之后牢牢地握紧压杆。对于患有颈部或者背部疾病以及孕妇，还有那些容易晕车的。今天也非常幸运，只排了10几分钟就快到入口了。期待诸位凯旋归来。这个骑乘项目旋转速度也比较快，没有用手机拍摄，选择了胸前的运动相机。跟我坐上飞椅，体验一次哈利波特的禁忌之旅。他们飞起来了！滚跟上！出发了，各位！一会儿外面见！真的很真棒！那些飞椅可能不太稳，不过暂时还没人掉下去。这礼拜还没有。你们好，去看这条龙了吗？哇！快点，得赶紧到魁地奇球场。海哥，龙在那儿！小心！这个项目是一个5D 项目，和看电影可不一样。真的感觉像是骑着一个扫把，随着哈利波特穿梭在各种场景之中。迎面扑来咆哮的恐龙，冒着幽光的骷髅，一会儿冲上云霄，一会儿又坠入深渊，
左旋入虎穴，右旋到狼窝。快去回天骑球场，当心打人脸。因为是运动相机拍的暗光下的场景，所以远不如现场看到的震撼。哦，打死我了！哈哈。你们去哪了？金子飞贼，跟我来！秀给你麻烦粉丝看了，我操！上我！在这里！我天！好！当 patrol 呢？一定要跟紧我！好的。这里要塌了！小心！我们得快离开这儿！我们做到了！去大礼堂！谢谢大家，你们看到了，谢谢。你们的勇气可嘉，欢迎随时再到霍格沃兹来。我们在哈利波特的引导下战胜了伏地魔，完成了这次奇幻的禁忌之旅。我个人觉得这个项目男女老少都可以玩，还是非常刺激的。从霍格沃兹城堡出来，又来到了霍格莫德巫师村。看到更多的少男少女穿着魔法服。据说置办这一套魔法服需要耗资上千元，很多人都穿着魔法服来到了环球影城。确实像来到了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很多影迷都留恋在这里的大街小巷拍照打卡。在魔法村里还有一个影迷非常喜欢的项目，叫奥利凡德。我个人建议，如果不是资深的哈利波特影迷，可以放弃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看着没有多少人排队，但实际上要等候很久。这个奥利凡德实际是玩魔杖制造的，如果你没有看过小说，不了解剧情，真的是不知道在讲什么。I am the wand keeper, and this wand has a core of a powerful magical substance. 当巫师和魔杖之间存在最长吸引力的时候，魔杖选择巫师的最长效果就会好，非常魔杖。Clearly not the right. Wingardium Leviosa. Perfect. Reparo. 这个小姑娘因为穿着学院服，所以被选中了，参与了这个互动表演。说实话，我也不是哈利波特迷，没太看懂这个剧情。如果你也和我一样不是哈利波特迷，这个项目就不要排队了。这就是霍格沃兹城堡，好像在周末的2、3天，这里会有灯光秀表演，据说非常漂亮。在哈利波特园区还有这个鹰马飞行，也是一个过山车，据说可以看到整个城堡的全貌。看了看这个项目，我个人还是放弃了。不过据反馈，这个项目难度并不大，很多人甚至在上面拿着手机在拍摄。喜欢过山车的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园区还有一个湖，可以拍到整个哈利波特城堡的全貌。
这个城堡也算是环球影城里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建筑，很多人也会为看它的灯光秀专门买周末的票。这个就是城堡的水中倒影。结束了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之旅，跟着导游前往下一站。我们下面去哪儿？下面去功夫熊猫。功夫熊猫哈。好。我这次是全程实拍环球影城之旅，请继续收看下一集。环球影城的一张门票就至少400多，所以在里面一定要玩痛快，玩够了。前2期给大家详细拍了环球影城里的侏罗纪世界和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今天继续分享北京环球影城的深度之旅。现在看到的是景区里非常精彩的哈利波特禁忌之旅。这是一个5D 演出，也是景区里最受欢迎的项目之一。体验这个项目一定要避开高峰。我们下面去哪儿？下面去功夫熊猫。功夫熊猫哈。好。玩完了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准备去功夫熊猫。功夫熊猫盖世之地。全世界的5个环球影城里，之前我去过3个，北京这家是第4个。北京环球影城这个功夫熊猫盖世之地，也是首个以功夫熊猫为主题的景区，也算是整个环球影城里中国文化最浓郁的景区之一。这个功夫熊猫景区是一个全室内的景点，所以如果在夏天，这个馆是非常舒服的。进入馆中就能体会到这种原汁原味的中国元素，里面有灯笼、竹子、亭台楼阁，包括电影里出现的智慧仙桃树、平先生面馆和和平山谷。这个功夫熊猫想必很多人都看过，是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动画片。这个景区里最大的一个项目是神龙大侠之旅。我们先进去体验这个项目。这个神龙大侠就是指的功夫熊猫。这个故事讲述了一只非常笨拙的熊猫立志成为武林高手的故事。这个项目可以说是老少咸宜，游览起来非常的舒服。这个项目有点像激流勇进，需要坐这个船。需要注意，始终保持。这个项目比较平稳，没有什么惊险的元素，所以完全可以用手机来拍摄。整个这个功夫熊猫的盖世之地都非常适合带孩子来玩，特别的舒服。这个项目的亮点就是看实景和动画，尤其是那些惟妙惟肖的动物造型，有一种完全让你进入到电影画面里的感觉。前面这个大熊猫就是可爱又笨拙的阿宝。这个功夫熊猫电影是在2008年在中国上映的，上映后可以说是口碑极好，颠覆了很多人对动画片、功夫及熊猫的刻板印象。现在看到的就是电影里的功夫武侠。这个是汉交虎，功夫招式是迅雷拳。真相独自挑战残暴，却和其他4位同伴一起身负重伤，回到了和平谷。这些都是和平谷里非常善良可爱的小居民。你们终于
了！我俩比你祖皇的兵马，我命煞星在，神龙战士也保不了你们。我们得把各位送到灵界去，这是拯救村子的唯一方法。请各位小心，不要弄坏任何东西。在环球影城景区里面的6大景区里，可以说这个功夫熊猫景区的游客是相对比较少，排队时间也最短的。而且因为在室内，所以在这里玩就是一个放松，非常的舒服。就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才能打败天煞。功夫熊猫也是一个系列动画片，因为有中国元素在里面，所以也成为了环球影城里面最具中国特色的一个项目。我就痛快！我明白了，让你们创造一头气功神龙，然后用它打败天煞。做得对，加油！哇，你们的气可太赞了！这就是为什么乌龟选中了你们，让你们做一头气功神龙，然后用它教训天煞，怎么样？实际上是坐着船，在这个长长的通道内看实景和动画电影。前面这一段是唯一一段有一点刺激的，像是激流勇进的感觉。下次我要跟牛的那头会，我要求再战一轮。希望你们的名声在这获得这些动物造型真的是太精美可爱了。看这几个盖世武侠：汉交虎、林鹤、猴王、俏小龙、快螳螂。这是我们的大明星阿宝，我居然成功！这是阿宝的师傅浣熊师傅。或许我低估了各位，或许没有。整个神龙大侠之旅的项目非常的轻松惬意，很舒服。最重要的，这里几乎是排队最短的。每一个大项目的出口照例都是纪念品商店，相比其他几个商店，这里稍微冷清了一点。这个功夫熊猫盖世之地里还有很多小项目，很多人在和阿宝合影。再来逛一逛这个和平之谷，这个主题景区仿佛是一个梦幻的东方仙境。这里有小桥流水、翡翠宫、熊猫村，还有这棵巨大的智慧仙桃树。另外，在这个景区一定要乘坐这个灯影传奇的大型花灯。这个花灯在空中悠然旋转，坐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园区的灯影美景。这个功夫熊猫盖世之地不是以惊险刺激取胜，而是以细节精彩，值得反复品味。离开功夫熊猫，我们来到了未来水世界。这里主要是观看一场非常大型的水上特技表演。未来水世界也是当时火爆一时的电影，电影非常的火爆激烈。这个演出场地可以说是观众最密集的地方，感觉每场演出都有几千甚至上万人观看吧。这个演出每天有几场，需要注意演出的时刻表。演出还没开始，几个主持就开始挑动现场的气氛。有一些前排的区域可能会被泼水，所以一定要小心啊！坐在不同方阵的观众此起彼伏的呐喊。
观众参与的热情是相当的高涨。精彩的演出开始了。这个演出的内容也是来自于电影《未来水世界》，整体都是重金属末日风，充分还原了电影场景。另外，这个项目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用排大队，掐着点去就可以了。演员的表演可以说是相当的卖力和拼命。欣赏一些精彩的片段。这个未来水世界也是全球几个环球影城里保留节目，我也是看了几遍了。因为互动和表演都非常的精彩，所以每次看都意犹未尽。这个特技表演的水平不亚于国外的几个场地。定了，怎么抓回来？还出来，找他，还能给我抓回来。谁？魏少宇！如果坐在前排的观众也要经受一些考验，被水泼、被水溅、被火烤。演员的表演也是相当的惊险刺激。来吧，海伦，过来，准备水上飞机。哦，我的宝贝。尤其是后面这个大家伙，水上飞机从闸门后面飞出来，像弹弓似的被弹飞出来，重重的拍在水里，非常的震撼。现在想一想，这个环球影城是1年4季都正常营业，如果是冬天演这个节目，演员是多么的辛苦。虽然这个未来水世界是很多年前的电影，也许不少人没有看过，但是这个现场的表演已经足够震撼。表演里也看到了几个外国人，尤其是演出的最后一部分非常精彩，可以说观众都屏住呼吸观看。这个未来水世界也算是环球影城里最精彩的项目之一，包括前面的功夫熊猫也算是景区里不怎么排队的2个大项目，所以受到了男女老少的欢迎。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变形金刚基地，请继续收看环球影城之旅。这擎天柱是吧？今天继续环球影城之旅，现在来到了变形金刚基地。之前在其他几个国家的环球影城也玩过变形金刚，但感觉北京这个变形金刚基地是项目最大最多的，一共有4个主要项目，包括霸天虎过山车、变形金刚的火源争夺战、
大黄蜂回旋机和变形金刚传奇现场4个项目。首先排队带大家玩一玩这个变形金刚的火种源争夺战。这个项目也是环球影城历年来最经典的游乐项目之一，算是一个 3D 室内的过山车。现在就乘坐这辆室内的过山车，去看一看擎天柱和霸天虎的对决。我用手机在最后一排拍摄，一起来体验一下这场激烈的对决之战。这一段讲述的是邪恶的霸天虎正谋划着从果敢拯救了地球，做得好，特工们！这个项目真的是一场视觉的饕餮大宴。很多玩过这个项目的都想再玩一次，真的比看电影要刺激多了。这个项目男女老少都可以玩，也可以手机拍摄。这个就是场馆外面高大的擎天柱。变形金刚火种源争夺战。在变形金刚基地还有一个网红打卡点，就是这个传奇现场。在这里让你有机会见到擎天柱、大黄蜂、霸天虎等。几乎每隔半个小时就有一个重量级的角色出现在影迷的面前。这个是擎天柱。幸福的汽车人逃离了我们的家园，希望能在星空中找到避难所。但是我们并没有得到和平，而现在我们已经在地球上降下了脚跟。尽管势单力薄，我们仍坚持抗击霸权。这个机器人非常的高大逼真，很难想象是一个人在里面操控。游客可以上去对话拍照。展现你的力量吧，朋友。当然，我们要保持一些距离。不过，你们家的每一个人都这么重要吗？了解了，看来你们现在处于肾上腺素飙升时期，所以兴奋。我喜欢你们充满活力的声音，你看起来好像有话要跟我讲，是吧？先玩一下这个大黄蜂回旋机，等一会儿威震天会出场。这个回旋机难度也不大，有点像升级版的碰碰车。场地中央这个巨大的大黄蜂，体验一下这个小项目。环球影城里面有几十个项目，像这种中小型的项目排队人反而少一些。这个大黄蜂的回旋车应该算是变形金刚基地里玩的人最少的了吧。很多人觉得环球影城的消费很贵，不过这里网红餐厅可都是人山人海，其实也可以自带食品，而且有很多这样免费的饮水机。现在威震天出场了，没想到这个大反派现在成了环球影城的大网红。我是威震天，给我跪下，去存货，遵从我的命令，否则你们将领略我的滔天怒火。现在有哪一个敢再上前来效忠于我呢？这个威震天之所以成为网红，就是因为他是个大话痨，无论和什么样的游客对话聊天，他都能够对答如流，并且时不时的说出一些金句，像一个大话痨，非常的有趣。你们站在伟大的威震天面前，吓得连话都不会说了吧？太让人失望了！
谁？真的效忠于我。英雄万岁！霸天虎撤退！无上的荣耀。今天是又热又晒。现在看到的是霸天虎过山车。这个过山车可以说是环球影城里最惊险的一个项目。如果喜欢刺激的项目，这个应该排在第一位了。不过我还是放弃了这个惊险的项目。环球影城里面有7个大景区，现在来到的是好莱坞。咱们还有点时间，可以先去看一个灯光摄像开拍。好，那个是一个张艺谋和斯皮尔伯格导演制作的一个是特效短片。好，这个好莱坞景区确实有点像行走在洛杉矶的街头。这个景区里有大大小小很多的演出，街头上会遇到很多影视人物，免费拍照。这是大明星梦露。先去看看这里的一个小型演出，张艺谋和斯皮尔伯格2个大导演亲自出镜。大家好，欢迎来到灯光摄像开拍。这个地方介绍了一些电影的一些特效拍摄。真是惊心动魄。Hello, I'm Steven Spielberg. 我是张艺谋。摄影棚可以说是最令人兴奋的地方。It's on stages like this that filmmakers can create anything that we or you can imagine. 在这儿，我们可以带你们去这个星球上的任何地方。Or any other planet. 可以是令人赏心悦目的美丽景观，也可以是奇迹发生的时刻，或者充满惊险，或者魔力无穷。可能像这样的中小项目，很多游客都来不及去观赏。我是因为请了个导游，所以合理的穿插了一些时间。在这儿，时间和空间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Movies can take us to where reality ends and legend begins. 电影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充满冒险、刺激和勇敢无畏的世界。But no matter how amazing or spectacular the story, we always find ourselves in the characters on the screen. 现在的影视特效确实是太厉害了，几乎只有你想不出来的，你又做不到。我想，最精彩的电影常常是我们现实生活场景的重现。Which brings us to the scene that we have created just for you. It's set in an old boathouse, seaside, just as a super typhoon is about to hit the city. 要下雨了，哥们儿，找个地方躲雨吧。接下来会走进一个摄影棚，一个特效的摄影棚。欢迎大家来到主摄影棚，在观看表演过程中，请大家全程佩戴好口罩。参观这个特效摄影棚也是分好几排，尽量站在第2、第3排。因为会有一些火光冲天的实景镜头，第1排会感到非常的炙热。
最后，摄影棚还冲进了一个巨轮。好，再来一次，没有人回到开始位置。从摄影棚出来，这个就是《飞跃侏罗纪》。现在我们要去环球剧院看不可驯服的音乐剧表演，请继续收看下期的精彩节目。在北京的环球影城里，有6大类20多个演出。这是漂亮的环球辉煌剧场，豪华的剧场外观堪比好莱坞的中国剧场。在这里每天都有几场非常精彩的音乐剧表演，不可驯服。这台音乐剧也是为北京环球影城独家打造的，是世界上其他环球影城没有的前所未有的表演。这台演出也获得了2021年度世界最佳主题公园演出。一起欣赏下。这个音乐剧也是根据动画片《驯龙高手》改编的，但剧情又相对独立，和电影不同。这里就是故事的发生地佛克岛。站上小车的人物就是动画片里的女主人公阿斯翠德。这个女孩是非常有领导力的，每次在工作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她都会挺身而出，并借助龙的保护。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看秀、看演出的。这台演出也算是具有国际水准，也非常希望国内的儿童剧、音乐剧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准。这个演出唱歌部分也是现场表演。现在酋长抱上了一颗恐龙蛋。这颗恐龙蛋引发了一个巨龙闯入岛上。看看这个巨龙的惊艳出场。很明显，这个巨龙非常的愤怒。这个巨龙像是被抓走囚禁了起来。烟雾升起，注意男主角小格格高光出场。小格格骑着这个乌鸦仔惊艳亮相，空中飞来飞去。这个空中飞行表演不一定每场都有，我还算是幸运的。据说如果坐在2楼的第1排看这个空中表演，非常的漂亮。这个就是男主人公小格格，驯龙高手。飞得更好，让我看看。好吧，还不赖吧？小格格看到了被囚禁的巨龙。等等，等等，这是什么的问题？把这个龙给放了。什么？想让我们把这头野兽给放了？是的，你敢面对不带嘴套的红龙？是。那。
上，大快活。他以为按自己的经验可以驯服这头巨龙。快闪开！好家伙！巨龙暴怒，小哥哥我可以做到，巨龙发出了怒火，又引发洪水，酿成灾难。也许他是对的，这条龙说不定真的没办法驯服。小哥哥，你看看他干的好事。小哥哥对驯服这个巨龙没有信心了，但女主角阿斯翠德一直鼓励你还驯服过那条超危险的热锅龙呢。这都是去年的事儿，也许我已经忘记了驯龙的诀窍。这世上就没有你这个无聊的龙，这条龙真的很需要你。在回想这段驯服冰川龙的时候，场面非常的漂亮，整个投影、音乐、舞蹈、特技、定制木偶，现场非常的震撼。尤其是投影和实景里的动作配合的天衣无缝。最终驯服了这个冰川龙。这个女主角对男主角小哥哥的鼓励非常重要。他们分析原因，最终找到了这头巨龙暴怒的原因。原来这头巨龙愤怒的源泉是一枚失窃的龙蛋，就是舞台中央的这个龙蛋。整个舞台蝴蝶纷飞，巨龙再次出场。爸爸，他放了那条龙，为什么？我们要把这枚蛋还给他妈妈。妈妈，那是一条龙，想这枚蛋是他的。这个巨龙看到了这颗龙蛋，犹如看到了自己的孩子。小哥哥驯服了这个巨龙，龙蛋里的小龙也破壳而出。父子相爱，真是坚不可摧呀！就跟父子一样。难怪之前我们驯服不了他。是啊，他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孩子。天下父母都一样，我们需要好好庆祝一下了。来吧，龙妈妈，欢迎加入这个大家庭。最后舞台上狂欢，感觉这个龙妈妈的造型更漂亮。其实这个不可驯服的音乐剧表演剧情非常的简单，
就是他们生活的伯克岛上出现了这只巨龙，小格格和他身边的朋友学习如何驯服这个巨龙，而驯服的原因就是帮龙妈妈找到了她的龙蛋。这个不可驯服的音乐剧表演通过音乐特技和舞蹈，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到了驯服大龙的故事。而几次出现在空中的这个飞龙、梅亚仔也非常的受欢迎。看到了吧？人类和龙再次同工共舞，太棒了！好吧，这些龙有时确实挺让人伤脑筋的。但你知道吗？在伯克岛上，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之道。说，是吧？整个演出舞台非常的华丽精美，也是环球影城里不可错过的一个演出。这个演出每天有3-4场，基本也不用排队，可以非常舒服地欣赏这个演出。这个演出是在好莱坞景区的辉煌剧场。好莱坞景区沿街有很多可以拍照打卡的地方，仿佛真的置身在好莱坞大街。环球影城里有7大景区。我们现在去哪儿？接下来我们去小黄人那里，一个4D 电影的小黄人闹翻天。我虽然去过世界其他地方3个环球影城，但感觉北京这个环球影城有很多是自己独特的。小黄人乐园。下一站小黄人景区。小黄人乐园。今天要去的是环球影城的小黄人乐园。有人问这个导游的作用是什么？我觉得如果游客特别多的时候，还是起了挺大的作用。它可以非常合理的安排游乐的项目顺序，尤其对那些事先不做攻略、很怕排队又带着孩子的人非常适合。比如现在来到了这个小黄人闹翻天，如果自己不了解情况，根本不知道要排多久的队。因为这里的大型游乐项目排队都不是一条队，要经过弯弯曲曲的很多房间，拐来拐去的。本以为前面的门开了，可以进去开始项目游玩了，其实只是又到了另外一个等待的房间。第1名游客站在红色停止标识，后面的游客请跟上往前走。继续在这个新的房间听讲解解说。好在环球影城每个大项目的等待室和解说都比较有趣。这个不错，去告诉理发尼奥多加点炸药，我要一个大大的砰！你们都没听到，接下来没错，你们将会变成小黄人儿。几个月前，我的首席科学家尼法里奥博士发明了一个装置，可以把平庸的人类，就是你们，变成小黄人儿。问题是，刚开始出现了几个小状况。房间的大屏幕上播放着小黄人的解说，既可以看动画片，又可以听讲解。那家伙真逗，他还挺会找乐子的。别担心，我们最终解决了所有问题。反正就这样，现在你们也可以变成小黄人。哇哦，快看看，是不是这场面太牛了？好了，在开始训练之前，我们要做例行身体扫描，可不能让你们携带任何人类细菌进入实验室。没什么严重的，不过就是高密度激光，它们的威力非常非常大，完全不会伤害到我。有问题了。看来你们里头有人1个星期都没有洗澡了。至于你们其他人，如果有谁想要退出，我警告你们，我会用地炮来熏你们的。没错，你们想清楚了吗？看起来这个项目比较适合小孩子，不过其实成人也可以带着童心参与一下。我一直觉得好莱坞的动画片，小孩子其实不一定能看懂，其实更像是个成人的童话。更准确的说，好莱坞的动画片是一个亲子电影，适合全家人观看。这些家伙
什么？没错，我们可以训练他们。拜托。这个不，我认为不行。求你了。不，这个需要技术。都看你做过好多遍了。对呀，又不是火箭科学，早人实验。是啊，连只猴子都能做到。好了，未来的小黄人们，接下来这3个小姑娘可以训练你们了。前方的大门打开时，请向前走。在您前进时，请注意全程1人1个座位，不要站立或者移动，保持就坐。漫长的讲解和等待终于结束了，现在开始进入项目的房间。来一起体验这个小黄人闹翻天。这个项目有点像一个非常刺激的观看4D 电影的场地，因为所坐的座位实际是一个上下非常颠簸的小车，所以如果晕车的、怕颠簸的、有颈椎脊椎病的，可以申请坐到前排。前排的座椅是固定的、不动的。现在演出开始。有时候你不得不佩服美国这些动画片的文化与价值输出的能力，确实影响了全世界的很多人，包括中国人。否则就没法解释为什么这么多人花这么贵的价钱来这里玩。继续跟着导游到下一站。这个大房子里也是小黄人景区的一个过山车。环球影城里有好几个过山车，包括最刺激的霸天虎过山车，还有哈利波特那里的鹰马飞行。但我都放弃了这2个过山车，最后这个小过山车准备尝试一下。应该说这个过山车就是为小孩子和老年人准备的吧。当然年轻人坐的也不少。坐车出发。这个过山车距离很短，大概就1个半来回。而且这个过山车是室内的，感觉大人小孩都可以玩。小黄人景区里除了这些游乐项目，其实更多的是来这里拍照打卡。整个小黄人景区这边的建筑都非常漂亮，所以拍照也是很美的。这个季节如果不是周末，排队的也相对比较少。这个地方是花车巡游的地方，5点钟开始，现在还有。环球影城里每天都有盛大的游行表演，尤其是晚上5点这一场，非常的盛大。拜拜，谢谢小哥。好。如果没有欣赏过环球影城的花车表演，请下集继续收看。今天给大家拍一拍北京环球影城的花车游行。这个花车大游行每天下午的5点开始。每当这个时候，大部分游客都停止了项目的游玩，守在这些花车游行的大道旁。花车游行的表演是从这个入口的商业街开始，跟着一起来看看热闹。第一辆花车过来了。这第一辆车上是个很大的宫灯。接着出场的是小黄人方队。电影《小黄人》里的各个主角也在花车上欢呼。小黄人乐园也是环球影城的7大景区之一，
所以这个方队规模不小。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王子，后面这个是仙女教母，这应该是《灰姑娘仙女奇缘》里的角色。下一个彩车上面的是怪物史莱克。这个真人扮演的怪物真的太高大了。接下来出场的这个花车上面有很多的动物，感觉像是马达加斯加，但有些动物又不是。有人知道这是哪部电影吗？上面那个巨龙是《寻龙记》吗？接下来是一组杂技演员，后面也是一个动物方队。这个花车游行表演参与的演员将近有100多个，整个的线路是1公里多。这些都是动物明星。演员们都表演得热情奔放。这应该是马达加斯加吧。这个像是个魔王。这是一组中国风格的花车。规模最大的功夫熊猫方队出场了，盖世武侠。功夫熊猫阿宝坐在上面。可能是因为口罩的原因，感觉这个巡游规模不是最大的。继续跟着花车，沿着巡游的线路走一走。这个巡游线路从景区的入口，经过好莱坞大街、辉煌剧场，
这个是侏罗纪世界的大门。一个小环线，1.2公里。如果是节假日周末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利用这个花车游行的时候拼命的去玩几个大项目，那个时候排队的人相对比较少。这边经过了小黄人乐园，很多人玩了一天，在花车游行结束的时候可能会非常累，就准备离开了。但这时候往往是一些大项目排队人比较少的时候。去哈利波特的3把扫帚餐厅吃个晚餐。现在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环球影城里的灯光开始亮起来了。现在经过的是小黄人乐园这边。环球影城现在晚上7点就开始基本慢慢进园了。我竟然错过了这个欢乐好声音的演出。小黄人这边是拍照的好地方，很多人都在这里拍照。我个人的体会，这个环球影城其实面积没有那么大，但是都玩下来一天是非常紧张的。所以为了满足一些资深影迷的需求，这里也推出过3次票、半年票、年票等等。不过大部分人肯定是只来1次，而且很可能都是节假日、暑期的时间过来玩。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一定是人山人海，所以为了多玩一些项目，很多人都会提前做好攻略。当然也有很多人去买这里的速通卡、VIP 卡，以便自己能够在一天的时间多玩几个项目。不过说实话 ，VIP 卡真的太贵了。对，结束一天。就我个人的体会，如果避开这种高峰期，逛一天下来也没有那么累，而且基本上可以把大项目都玩遍。但如果你是周末或者节假日过来，就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看景区入口这些棕榈树都是假的，现在从出口出去了。现在走在了环球大道上，感觉这个环球大道的夜景虽然是免费的，但是也非常漂亮。而且这条大道上有很多的美食餐厅。结束。我这次的环球影城之旅拍的比较细，也给那些没有机会过来的人好好的欣赏一下。当然，如果有机会亲身来到环球影城里，一定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那么这个巧克力餐厅，另外很多关心我的网友和粉丝注意到，我这1周多都没有直播，没有和大家见面。主要这些日子家里有些事情，也谢谢各位网友的惦记和关心。过不了2天就会恢复常态，继续给大家直播和拍摄新的视频。再次感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